欢迎来到这次为你准备的深入探讨。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看你分享的资料，焦点是一家叫做温馨编织的家具品牌。我们手边有这个品牌的算是蛮完整的企划书，还有他们官网上的一些关键资讯。对，资料还蛮齐全的。那这次的任务呢，很清楚，就是要从这些东西里面帮你抓出来温馨编织他们最核心的想法是什么？想打动谁？产品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还有他们最终想做成什么样子？了解。好，那我们现在就来拆解一下这些资料。我自己的第一印象啦，感觉这不只是卖家具，好像更像是在讲一种生活态度。没错，我一翻开资料也是这个感觉。温馨编织这个牌子啊，很明显就是紧紧抓住家的那个温度感。温度感，对，你看企划说前面就点出来，在现在这种步调很快、压力又大的生活里面，家不只是个遮风避雨的地方而已，更应该是心灵可以好好放下来，情感可以交流的一个避风港。他们就想强调，家具本身不只是物件，它更是怎么说，承载情感啊、生活记忆的一个媒介。这个切入点，我觉得在一堆家具品牌里面，一开始就让人觉得，好像有点不一样。对，这点很有共鸣。我看企划书开宗明义，那个核心概念就是温馨、承奏性、自然。光听这几个字，就有一种很舒服、很放松的感觉。他们好像就是想回应很多人心里头对于那种安心啊、温暖啊、比较贴近自然的那种家的感觉的一种渴望。而更有趣的是，他们怎么把这个有点抽象的概念，把它具体做出来。资料里面写说啊，他们主要是透过3种核心元素的结合来表现。哪3种？第一个就是温馨 （warmth）。这个可以说是品牌的灵魂吧。他们强调的是家具带来的那个触感要柔和，然后营造的氛围要很自然，最终是希望给用的人一种心灵上的慰藉。目标很清楚，就是让你一回到家就可以整个放松下来，感觉到那种被温柔包起来的感觉。这个很重要。第二个就是关键的藤编 （Ranton Weaving）。这不只代表了那个传统工艺的传承，它也带来一种很特别的自然美感。对，藤编现在好像蛮受欢迎的。是啊，资料里还特别花了不少篇幅讲藤的特性，很轻，但是很韧，然后透气性非常好，触感又很亲肤。还特别提到一点呢，说这种透气性很适合像台湾这样比较潮湿的气候。这个有道理，对不对？这点或许跟你自己的经验或者需求就很有关系了。藤编本身就能够做出那种有点朴素但又不失优雅的感觉。了解。那第3个呢？第3个支柱是实木 （solid wood）， 它代表的是一种稳重、可靠，还有那种可以陪你很久的感觉。耐用。对，品牌强调实木的那个天然纹理，还有温润的触感，以及那种会随着用越久越能沉淀出不同味道的质感。对，旧化的美感。没错，而且每一件实木家具，因为木纹都不一样嘛，所以可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这里提到的实木啊，还有经过那个 FSC 森林管理委员会认证。FSC？ 对，这就代表说，木材的来源是符合永续管理标准的。这点我们等一下谈产品会再看到。了解。所以把温馨、藤编、实木这3个结合起来，他们的目标就很清楚了，就是要做出那种既实用又好看，还能够跟人建立情感连结的家具。不只是样子好看，还得好用、耐用，而且要让人觉得很舒服。这样听起来，温馨编织这个名字取得真的蛮好的。温馨就直接点题了嘛，是他们要的氛围啊。然后编织就有双重意思。对，不只说那个藤编工艺，好像也有一种把生活记忆啊、情感关系啊，很细密的编织在家这个空间里的感觉。这个诠释很到位。他们把核心里面又进一步总结成自然、
加公益，加永续，加温暖。对，还有一句标语，我觉得很有画面：以自然为本，以公益为魂，以美感为语，以温馨为心。这句写得不错。对啊，听起来不只是一个口号，更像是一个设计跟经营的原则。没错。好的，那里面听起来真的很吸引人。那这样一个强调温度跟工艺的品牌，他们到底想把家具卖给谁呢？我们来看看企划书里讲的目标客群。好，他们锁定了3个算是蛮明确的群体，这也看得出来品牌的市场定位是瞄准那个中高价位的市场。第一类是都市新家庭，这里面主要就是包括我们常说的小资族啊、年轻夫妻啊，或者刚有小孩的小家庭。他们通常住在坪数可能比较有限的都市住宅里，这群人的需求非常实际。怎么说？空间不大嘛，所以家具最好能够多功能、收纳跟美感都要有。风格上呢，他们比较喜欢自然、简单一点的，希望可以轻松搭家里本来的北欧风啊、日式啊或现代简约风。好搭很中哦。对，更重要的是，如果家里有小朋友，他们会非常重视家具的安全性，像是边角处理啊、稳不稳固啊，还有材质是不是环保无毒。对，就绝对是重点。没错，所以品牌对这个的回应就是提供设计比较温润、材质耐用、功能又多元的藤材跟实木家具。或许这跟你现在或者未来在规划家里空间的时候考虑的点，可能有蛮高的重叠性哦。有可能哦。这描述很精准。那第二类呢？听起来跟第一类很不一样。确实，第二类是文青与设计爱好者。哈哈，这群人买家具考虑的不只是功能了，他们更在乎的是一种生活美学的表现。他们会欣赏那种有工艺感、独特性，甚至带点故事的东西。对于那种大量生产没什么个性的制式产品，比较排斥。了解。他们会特别看重，比如说手工制作的质感啊，天然材质的温润感啊，还有传统工艺怎么跟现代设计做得很好。品牌文件提到说，这群人愿意为了那些有文化意涵啊、有工艺价值的产品付比较高的价格。所以温馨编织就用那个传统藤编工艺结合现代简约设计这一点来吸引他们，让家具不只是用品，更是展现个人品味跟风格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一个是满足务实需求，一个是满足美学追求。那第三个目标群体呢？听起来范围更大了。对，第三个是放眼国际市场的消费者。资料特别点出来，在欧美、日本、韩国这些地方，这几年对于自然材质、手工艺感、东方元素这一类家具风格的需求又明显在增加。是哦。对，这些国际的消费者除了设计感之外，通常也非常重视产品的环保永续性。像我们刚刚讲的 FSC 木材，还有后面会提到的其他环保措施，这都跟国际上很重视的 ESG 概念有关。环境、社会、公司治理。没错，同时他们也对产品背后的那个文化特色啊、品牌故事啊很感兴趣。所以品牌针对这一点的策略就是强调他们独特的东方藤编工艺，坚持用永续来源的木材，然后把家具定位成一种文化跟生活方式的象征，想用这个故事去打国际市场。有意思。他们同时看中了本地的务实家庭、品味爱好者，还有国际上对东方工艺跟永续性有兴趣的客人。这个定位蛮有挑战性的。是啊。好，那了解了他们想跟谁沟通之后，接下来就来看看他们到底拿出什么样的产品来实现这些想法。企划书里规划了4大产品线，对不对？没错，4条线各有侧重，但是又互相连结。首先是他们的核心，也是最有代表性的藤椅系列。这个系列，我看他们强调的关键词是轻盈、透气、承托。设计上，他们是想要把东方传统藤编的那种细腻感，跟现代家具的简单线条融合在一起，
目标是做起来感觉温润舒服，而且因为藤很透气嘛，就算坐久了也比较不会闷热。对，这点很重要。材料方面呢，他们标榜是用天然的印尼藤，还分什么皮藤、新藤，这好像会影响质感跟耐用度。细节有做到。搭配 FSC 认证的白橡木或沉木实木做框架，表面是用环保的水性漆，减少对环境和人体的影响。甚至还有规划户外版，那种就会改用比较耐气候的 PE 再生环保藤。哦，连户外都想到了。对，资料里还提到一些设计细节哦，看得出来他们对品质蛮要求的。例如，比如说椅背的角度有考虑人体工学，设定在105到110度之间，据说这是让人比较放松倚靠的角度。结构上强调用加强的榫卯工艺或是高品质的五金零件，确保稳固性。座面的承重能力也标明至少要到120公斤。这规格蛮实在的。对啊，从价格来看，例如他们规划了一款单人休闲椅，预计售价大概是落在台币4500到7500之间，这在中高价位里面算是比较入门的品项。你看哦，从这个藤椅的设计就能直接对应到他们前面讲的品牌哲学了。怎么说？藤材质本身就体现了自然跟编织工艺嘛。对 FSC 认证的实木框架连接到永续性。然后对于承重舒适度，像是人体工学角度，还有结构强度，像榫卯、承重，这些就展现了他们对工艺还有使用者温馨体验的追求。这很明显不是那种只求外观随便做的家具，而是有它里面的坚持。确实，那除了核心的藤椅，接下来的收纳系列呢？这个应该就是针对前面讲的都市新家庭需求了吧？非常有可能。收纳系列的目标是做到通风、轻量、好整理。最大的特色是把藤编的元素很巧妙地用在柜子的门板或是抽屉面板上。这个蛮常见的。对，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方面增加视觉上的轻盈感跟穿透性，避免整个都是木头可能有点重；另外也保有一定的通风效果。那材质跟细节呢？一样，很讲究。框架会用实木搭配10等级的低甲醛木做板材。这个10指的是甲醛释放量的标准。10在市面上算是很低的等级了，对室内空气品质比较好。这很重要。五通配件眼睛感呼，像是用静音的钢竹滑轨，有缓冲功能的铰链，让开关比较顺，比较安静。还有一个很贴心的细节，就是柜子会标配那个防止倒下来的固定零件啊，防倾倒固定件。对，这个对于家里有小朋友或者有养猫狗狗的家庭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安全设计。真的。那价格呢？大概在哪？价格方面，例如一个电视柜或是边柜，预计价格范围大概在新台币6800元到12800元之间。感觉是兼顾了美感、实用还有安全。再来是家饰系列，这个听起来比较像是点缀用的。可以这么说，家饰系列的理念是用小物改变氛围，品项包括像是藤编的灯罩、镜子、托盘、置物篮，还有放植物的架子等等。推这个系列的目的很明显：第一，降低消费者接触温馨编织风格的门槛，毕竟单价比较低嘛。对。第二，让已经买了主要家具的客人可以用这些小东西来强化整体的风格一致性。比如说他们提到的藤编灯罩，就特别强调说可以让光线透过那个编织的缝隙变得比较柔和不刺眼，又回到那个温馨的氛围营造。蛮聪明的策略，用小东西来扩大品牌影响力。那最后一个系列是寝具系列，这个就延伸到卧室里面了。对，他们希望把藤编的设计语汇也带进卧室这个需要长时间休息、追求安稳感的私密空间。这个系列的核心概念是稳固、透气、静音。那主要产品是什么？有什么特别的设计吗？主力是床架，一样是用 FSC 认证的实木当主要结构，
床头板就会加入藤编的设计，营造卧室的温暖跟自然感。结构方面，他们特别强调几个点，像是床架的框体设计成有10个支撑点，来分散受力，提高稳固性。哦，10个点。对，连接的地方用静音的五金件，减少翻身或移动的时候可能产生的噪音。这个很重要。床底下也有保留了至少30公分的净空高度，方便那个扫地机器人进出或者放收纳箱。这些细节听起来都很实用。还有一个亮点哦，他们甚至规划可以在床头板上面选配整合型的 USB 或 Type-C 充电模组。哇，这个厉害，对不对？这一点就很有趣了，它把天然的材质、传统的工艺跟现代人离不开的3C 生活需求，把它结合在一起，这就看得出来，他们不只是怀旧，也考虑到现代生活的便利性。价格带方面，双人床架预计会落在新台币13800到24800元之间。了解。所以总结来看，这4条产品线，勾勒出一个相当完整的产品布局。从最有代表性的藤椅开始，扩展到满足家里核心需求的收纳家具，再透过单价比较低的家饰小物来增加品牌的能见度跟风格完整性，最后再深入到卧室这个强调舒适安稳的空间。他们试图打造一个，从客厅、餐厅到卧室都能被温馨编织风格包围的居家环境。而且贯穿所有产品线的是对材质选择、天然永续、工艺细节、结构五金人体工学，还有使用者体验、安全、便利氛围的持续关注。资料里也提到相应的服务承诺，像是家具结构提供2年保固，提供藤面坏掉的修补，或者坐垫布面更换的维修服务，用减少塑胶的环保包材，还强调用的材料跟涂料都符合相关的安全环保认证。像是前面讲的 FSC、10板材、DVOC 涂料、安规这些。对，这一切都在试图建立一个值得信赖、对品质跟环境负责的品牌形象。产品规划的这么完整，理念也很清楚。那下一步，他们打算怎么让目标客群知道，甚至爱上温馨编织呢？企划书里提到了线上跟线下双轨并进的市场沟通策略。是的，这也是现在品牌经营的标准配备了。不过他们的做法有些侧重。我们先看线上部分。好，线上这边主力战场是放在社群媒体，点名了 Instagram、Facebook、Pinterest， 甚至还有 YouTube。他们打算做什么内容呢？主要是分享那种很吸引人的居家布置照片啊、灵感啊，制作关于品牌故事或理念的短影片，拍一些介绍藤编职人手作过程的内容。职人手作，分享自己家里用温馨编织家具的照片，也就是所谓的 UGC， 使用者生成内容。听起来很重视视觉跟故事性。没错。同时，他们也会经营自己的品牌官网跟线上购物平台，甚至有计划要进入跨境电商市场。提到了像是 Amazon、Handmade、Etsy 这些以手作设计商品为主的平台。当然啦，基础的数位广告投放，还有透过写部落格文章来做 SEO， 就是搜寻引擎优化，提高在搜寻结果的能见度，这些也都在规划里面。这里值得我们留意的是他们的线上策略非常侧重内容行销跟说故事。目标不单纯只是促销卖产品，更多的是在沟通品牌的核心理念，传递公益的价值，还有描绘一种理想的生活美学。他们也提到要建立品牌社群，经营会员数据，这就显示他们看的是建立长期的顾客关系跟品牌忠诚度，不只是一次性的买卖。线上用故事跟内容建立那个向往感，那线下呢？家具毕竟还是很需要实际体验的东西。你说到重点了，线下策略的核心关键字就是体验。对，他们规划要设品牌概念店，而且不只是摆商品是要打造像家一样的情境式空间，就是 showroom。让客人走进去，不觉得是在逛店，而是好像
走进了某种理想生活的场景里面。此外，也会利用百货公司专柜或是那种设计主题市集办快闪店，增加品牌曝光跟接触点。听起来不错，但还有更特别的吗？有的，而且我觉得这部分更能体现他们的品牌精神。他们规划要办公益互动活动，例如，比如说开办藤编手作体验课程，哇，让消费者不只看、不只买，还能亲自动手，体验藤编的乐趣跟技术，这就能非常直接地传达公益的价值。这个蛮酷的，让消费者自己做做看。还有一个策略是做异业合作，把他们的家具实际放到像是那种有风格的咖啡厅啊、独立书店啊、特色民宿啊，这些目标客群可能会去的日常消费场景里。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就能实际用到、感受到温馨编织的家具，在潜移默化中体验品牌想传达的那个氛围。这招不错。所以线下策略的目的非常清楚，就是要强化，毕竟家具的材质触感啊、工艺的温度啊、坐起来躺起来舒不舒服啊，这些很难单靠线上的图片或文字完全传达。没错，特别是那个手作课程，还有异业合作的场景体验，能非常有效地把品牌的公益价值跟温馨氛围这两个核心要素，很立体地传递出去。结合线上线下的策略，听起来，相当完整。那么这一切的努力，最终希望达成的目标是什么？他们的品牌愿景，听起来很有企图心哦。是啊，企划书里写的品牌愿景是让自然编出的温馨走入每个家庭，成为全球共享的生活美学。这不只是想在台湾市场成功而已，而是有着走向国际的雄心。而品牌精神就是我们一直提到的那句：以自然为根，以公益为桥，以美感为域，以温馨为心。再次强调，他们试图在这4个面向之间，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点。对。如果我们把所有这些点从核心里面、目标客群、产品设计、材质选择、行销手法到最终愿景，全部串联起来看，会浮现一个更宏观的图像。温馨编织不仅仅想成为台湾市场上一个受欢迎的家具品牌，他们更试图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融合了自然关怀、设计美学与文化传承的国际生活风格品牌。他们正在尝试做的事情是，把具有亚洲设计特色的藤编工艺，跟全球消费者，特别是重视环保、永续跟生活品质的那一群人的需求跟价值观，把它连接起来。推广一种既有东方文化底蕴，又符合当代生活理念的居家方式。这是一个相当有层次跟深度的品牌故事。好了。这次针对温馨编织的深入探讨啊，差不多到这里了。我们一起梳理了这个品牌的来源、核心理念、温馨编织、自然，还有永续跟公益，剖析了他们想要接触的目标客群，从务实的都市新家庭到追求美学的设计爱好者，再到国际市场。也仔细看过了他们的4大产品线：藤椅、收纳、家饰、寝具。各自的特色跟设计细节，还了解了他们结合线上内容跟线下体验的行销策略。对，总结来说啊，这是一个企图心很强的品牌。他们希望透过藤编跟实木的这种温润结合，为现代人的家营造出一个温暖、自然